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最近，英国和印度在军事交流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印度要把它国产的 LCA 光辉战斗机做进一步的改进升级，他们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方案。新的 LCA 光辉 Mk2版的方案呢，是由三角形无尾翼变成了鸭式机动布局。那么无尾式布局和鸭式布局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升力。有鸭翼的三角翼，它能获得更高的升力，因此呢，可以改善起降性能，改善机动性能。当然，阻力可能要稍大一点，但是这个大一点，从它获得的好处来看呢，应该说利大于弊。那么印度过去搞过鸭式布局吗？没有。那么它就必须借助于国外的飞机设计师为它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前段时间呢，他找的是法国达索公司的设计师来帮他设计这么一个鸭式布局的光辉战斗机。目前的情况看，他搞出这个方案和法国的阵风非常接近，采用两侧进气，在进气道的上方增加了一对鸭翼，俯视图看很像中国的歼10，但是呢，从侧视图看，它倒跟法国的阵风比较接近。我们知道欧洲有3款先进战机，一个呢是法国的阵风，还有一个是欧洲4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联合开发的台风，以及瑞典自行研制的 JAI-39， 它们都采用了鸭式机动布局。那么无论是法国的飞机设计师还是英国的飞机设计师，对印度的这款未来的新版光辉战斗机的研制还是有帮助的。但是英国设计师加入 2.0 版光辉战斗机的研发团队，对印度的设计师或者是印度的研发部门有多大注意呢？我觉得台风和阵风应该说阵风更接近于现在的这个 2.0 版的方案，都采用的是两侧进气。台风和中国的歼10采用的都是腹部进气，这个应该说从进气口的布置来讲差别比较大。那么进气口布置在哪儿，不但对发动机进气有影响，对鸭翼的使用也是有影响的。那么两侧进气好还是腹部进气好？从吹风试验的结果看，肯定是腹部进气好，因为腹部进气道它就一个，相应的飞机的零升阻力更低，更有利于飞机的高处飞行和加速飞行。而两侧进气相应来讲阻力比较大，在大仰角机动状态下，腹部进气也要比两侧进气更有优势，特别是在做大侧滑角飞行的时候，你向这个方向机动，另一个方向的进气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干扰和影响了。而腹部进气应该说相对来讲要好得多得多。那么最终印度的 LCA 光辉战斗机 2.0 版到底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是倾向于法国呢，还是倾向于英国呢？这个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观察，也可能就以现在这个公布的平台为基础来继续研发。那么 2.0 版的光辉战斗机搞成了，能达到什么水平？它能追上中国的歼10吗？歼10都已经服役将近20年了，那么你还在研发一款跟歼10差不多的飞机，何况还要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动力系统自己不能国产，装的是美国的 F414，F414的最大推力是9000多公斤推力机，而歼10现在的发动机推力应该可以超过13000公斤级，两者的大小不一样，那么载载能力以及机动能力都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印度的 LCA 在英国人或者是法国人以及美国人的帮助下，即使经过若干年努力把它搞成了，也是一个不够先进的平台。那么花这么多钱再搞一个光辉的改进型，而且呢没有拖出第3代战斗机目前的模式，它的前景如何？印度空军是否会看上这个方案？印度海军航空兵是否会用它作为舰载机使用？
这个呢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